最近总觉得心很乱，坐着也不安，躺着也焦躁，什么都做不太下去。一个人时会烦，一群人里更觉孤单。你试过放松，却无法真正安静下来。别急着否定自己，这不是你出了问题，是旧的你正在松动。那个曾经总是撑住自己，习惯配合别人，不敢说累的你，那个总把情绪藏起来，只为成为乖孩子的你，正在慢慢松开。灵魂知道你已经撑太久了，所以他用这份静不下来来提醒你，你的内在系统正准备重启。你不是不稳定，你是正在准备改变。你觉得焦躁，是因为你正在穿越一层旧有的自己。你习惯了坚强，习惯了控制，习惯了装没事，但你已经走到一个点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你开始听见内在的声音，他说：够了，你可以放松了。你不需要再假装，不需要再符合谁的标准，你可以做你自己。但这过程不轻松，你会感觉一切都不对，你会想把旧的拉回来，因为那样比较熟悉。只是灵魂会温柔地对你说，那不再是你的路了。静不下来，是你的身体正在清除累积的压力，是你的情绪正在释放被压抑太久的伤口。它不是阻碍，是过渡期的正常现象。像蝴蝶破茧前，必须先不安地翻搅整个身体；像种子冒芽时，必须先让泥土震动。你正在重生，只是还在过程里。你不需要急着变好，你只需要允许现在的你就是这样，混乱的、不确定的、动荡的，那才是真实。如果你可以，就给自己多一点时间，让每一次焦躁都被理解，让每一份静不下来的自己都有空间喘息。灵魂从来不需要你完美，它只需要你诚实，承认你累了，承认你想改变，承认你想活得更像自己。那些话，你终于可以说出口了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压抑自己，真正的宁静才会慢慢浮现，而不是那种用力维持的平静，而是一种从深处来的安定。它会在你最放下的时刻，像水一样流进来。那就是新的你，正在被接纳，正在被允许存在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你现在的静不下来，不是毛病，它是爱正在靠近你，是灵魂正在对你说，旧的你已经完成它的功课，你可以回来了。有些时候，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。你看着别人，好像都知道方向，而你却一直在兜圈子。原本觉得坚定的目标，忽然失去了吸引力。你开始想，我是不是偏离了什么？你曾经相信的事，现在让你质疑。你以为会让你快乐的事物，竟然开始让你感到疲惫。一切都像偏离轨道，像走错方向。但亲爱的，你没有走错，你只是走进了灵魂真正的轨道。只是那条路不是直线的，
也不是所有人看得懂的。它不像外界定义的成功，也不一定是多数人选择的方向，但它是真实的，是你的。你会觉得迷路，是因为你正离开那些你曾经强撑着的选择，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开始慢慢松手。你正回到灵魂真正渴望的位置。那个过程会很像走错路，很像人生走歪了，但事后你会发现，每一个转弯，每一次偏离，都是神圣的安排。他们把你推离安全区，推离别人的期待，推离你对自己的妥协。只是这条路看起来没什么人走过，也不会马上给你答案。它会让你更孤单，也更靠近自己。你会发现，你必须自己撑起信念，自己面对那些不确定，自己决定什么是真正重要的。这条看似偏离的路，其实正是让你重新对齐灵魂的过程。灵魂从不会带你走回头路，它只会带你更靠近爱。只是过程会让你迷惘，会让你怀疑，但它永远知道方向。你要学会的是信任，信任你内在那份牵引，信任那些无法解释的转变，信任你的感觉。当你学会信任自己，而不是只依赖外在标准，你会突然发现，你其实从来没偏离过，你只是走进了更诚实的自己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和任何人一样，你的人生有你独特的节奏。就算你看起来比别人慢，就算你走的路不合常理，那也是一种对齐。因为你的灵魂从来都知道哪里才是你真正的位置。所以请你相信，这一切的变动，这些不被理解的选择，都是你灵魂写给自己的信，不是偏离，是回家。看似走歪的每一步，其实都在引你走上正轨。你可能正在经历一段突如其来的打乱，生活不像原本预期，事情接连出错，内在也变得不稳定。你以为自己早就安排好方向，设定好步骤，准备好了所有的计划，但偏偏一切就是照不下去。你越想控制，越觉得无力，越想维持秩序，越觉得全身都在对抗。亲爱的，先不要急着修正，这场打乱不是因为你哪里做错了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它只是灵魂的方式在说话。它要你看见你真正的方向在哪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但那只是头脑的选择，是习惯，是期待，是恐惧的产物。灵魂会等你走到某个阶段，然后让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崩塌，不是为了让你崩溃，而是为了让你看清那些你以为非做不可的事，那些你努力维持的人设，那些看似完美的规划，也许根本不是你真正的渴望。所以它会打乱你，一点一滴地松动你，让你慢慢退离那条错的路，让你重新听见自己。这个过程也许会痛，会让你怀疑人生方向，会让你觉得失去了控制感，但你会在这一切的不确定里
开始真正问自己：我到底想往哪里去？这真的是我要的吗？我愿意为了真正的自己，放下原本的安全感吗？那才是对其真正方向的开始。灵魂从来不走直路，它喜欢绕，喜欢用看似混乱的方式带你回归真正的轨道。你会发现，打乱过后的你会更诚实，会更勇敢说不，会更愿意选择让你平静的那条路。你会开始筛选，什么才是你真正的热情，谁才是真正在乎你的。你不再是为了满足世界的期待而前进，而是开始为了自己而选择。这一场打乱，是在重设你与宇宙的对平，让你不再靠意志推动人生，而是从渴望、爱与真实出发。你不再需要用力去撑住一切，而是学会了信任，学会了松开，学会了回到自己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请不要怀疑这场混乱的意义。它比你想象的还要温柔，只是它在用拆解来完成重建。你不是失控了，你只是终于要回到你真正的方向。这一路，你并不孤单，宇宙一直都在引导你。你只需要慢慢走，慢慢对齐。你会看见，最稳定的力量来自最诚实的自己。一切被打乱，只是为了让你回到真正的你。你也许正处在一段很乱的时光里，生活像失去了节奏，情绪像打开了闸门，人际变得难以维持，内在总觉得撑不住。你一直在想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又不够努力？但亲爱的，这一切的混乱不是错误，它是爱正在靠近你的预告。在你灵魂深处有一股力量早已准备好要带你走回真实，只是那个真实的你被压抑得太久，被遗忘得太深，被世界的期待包裹住。所以爱来的时候，它得先帮你松开那些遮蔽，得先拆解那些假装的稳定。它不是轻声说话，它是让你一夜之间崩塌，让你觉得什么都不是你要的。因为爱不会停在表面，它只想直达你的核心。这场混乱不是惩罚，是清理，是爱在说，你不需要再委屈了，你不需要再假装了，你可以选择你自己。只是这个过程会痛，会不确定，会让你想逃回旧路，但你也会发现，那条旧路你再也回不去了。你再也无法对自己不诚实，你再也撑不起那些不属于你的身份。这就对了，这是爱在逼你重生，不是让你失去自己，而是让你再也无法忽略那个真正的你。他在告诉你，是时候了，来活出你灵魂的样子。你会发现，你不再渴望认同，而是渴望自由。你不再想要完美，而是想要真实。你开始慢慢走回来，走回那个不需要努力成为谁，就已经值得被爱的你。而这一切的打乱，都是为了你有空间接得住这份爱。这份爱不会要求你表现，
也不会评价你现在的样子，它只是静静的等，等你累了，等你愿意放下武装，等你愿意说我不想再撑了。那一刻，你会发现，爱早就在你身边了，只是你太忙着符合别人，太忙着证明自己，没有空打开心。现在的混乱，就是宇宙帮你拆下这些包装的过程。你不是在失去什么，你是在让爱有位置进来。所以请你相信，这些让你崩溃的片刻，其实是爱一步步进入你生命的脚步声。灵魂从来不怕你乱，它只怕你不再相信爱会来。但爱会来，总是会来，它只是习惯先以混乱的样子出现。因为只有当一切被打破，你才有机会重新选择。这一次，选你自己。有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，明明什么都没发生，但情绪却涌上来，莫名其妙的哭，无缘无故的烦躁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哪里坏掉了？是不是自己真的失控了？但亲爱的，你不是崩溃，你不是退步，你没有失控，你在苏醒。那些你以为的不稳定，其实是灵魂正在震动，是你里面那个真实的自己开始有了声音。你曾经太久活在应该里，活在压抑、配合、压榨里，习惯了扛起所有责任，习惯了压住所有感觉。但灵魂不想你再这样下去，他知道你撑太久了，知道你为了生存，把太多的自己藏起来了，所以他开始松动你，让你不能再假装没事，让你开始觉得这样不对劲。他不是要你更努力，而是要你停止忍耐。因为真正的苏醒，往往不是从光开始的，而是从混乱开始的。那是一种打破，一种让你无法再继续麻木的打破。所以你会哭，你会暴躁，你会觉得什么都快控制不了。那都是因为你正在苏醒，不是变糟，而是变真实。你再也不是那个凡事都要压住情绪的你。你开始想要表达自己，你开始想问我呢？你开始想为自己做选择，不再只是别人的女儿、伴侣、朋友。你想要成为你自己，这样的你才是真的活着。是你灵魂说，我想回来了。这过程会混乱，会不确定，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。但那只是因为你太久没有真正活过，你太习惯麻木、压抑、配合。当你第一次真实的感受，那当然会不习惯。可这才是苏醒的样子，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漂亮，而是破破烂烂的痛着、哭着，重新认出你是谁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害怕这段转变，你不需要怀疑自己的变化。你不是乱了，你是清醒了。只是这个清醒打破了你熟悉的控制感，也让你更靠近真正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有些关系撑不住了，有些工作再也无法忍了，有些日常让你想逃离。但那不是错误，那是你在对齐，是你在回家，
你开始想找回真正的快乐，开始觉得诚实比成功重要，开始愿意相信，我可以照顾自己，不需要再伪装。这就是你灵魂的苏醒。所以别再说自己失控，你只是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。你开始允许自己完整的活着了。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想？我是不是不够好，才让一切变成这样？当生活失序，情绪翻涌，人际崩塌，你总是第一时间怪自己，是不是不够努力？是不是太情绪化？是不是又做错什么？你总觉得混乱是警告，是惩罚，是说你哪里不好。但亲爱的，请你慢慢感受，也许混乱不是为了责备你，而是为了让你学会爱自己。不是那种口号式的爱，也不是牺牲式的爱，而是那种在你最乱的时候，依然愿意温柔看着自己，愿意不再逼自己，愿意说一声你辛苦了的爱。你知道吗？真正的爱自己，不是你在一切顺利时说的那句我值得，而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候，你依然选择不批判自己，不抛弃自己。是你在心碎里愿意抱紧自己，在崩溃里愿意安静陪着自己。这就是混乱的礼物，它不是来毁了你，是来让你看见你一直用力过了头。你把别人放在前面，把责任全扛在肩上，把情绪往肚子里吞。你以为这样叫成熟，叫坚强，但其实那只是在慢慢远离你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切开始混乱，那些被你压住的再也藏不住了。生活突然改变节奏，人际突然断裂，你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撑住一切。这时候你才明白，你需要的是什么。你需要的是一个温柔的自己，一个愿意理解你的自己，一个可以对你说你现在这样也没关系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原来爱自己是可以说不的，是可以放下完美的，是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。混乱会逼你回来，问你，你还好吗？你真的快乐吗？你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遗忘了？那不是脆弱，是疗愈的开始。当你能在混乱中不急着让自己变好，而是先让自己被理解，当你愿意说我现在真的很乱，但我不会再责怪自己了，那一刻你就真的开始再学会爱自己了。不是说你不会再有混乱，但你会开始知道怎么陪自己走过混乱。你会变得温柔，不再那么急，不再拿别人的标准鞭打自己。你会开始相信，爱自己不需要等你变得完美才配拥有。你现在这样就值得爱。这就是混乱的意义，它不是阻碍，是让你重新开始重建自己。你不需要再用力对抗，你只需要练习，在乱中也愿意靠近自己。然后你会发现，那份爱才是你一直在找的安全感。混乱不会永远，但你学会的爱会陪你一辈子。
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